Bem-vindos à parte 2. Se você ainda não viu a parte 1, recomendo muito que assista também. As duas se complementam e ajudam a entender melhor o pensamento do Lu em si. E depois me conte, qual resposta mais chamou sua atenção? Você se identificou com alguma coisa que ele disse? 这个努力去做。最近一次大笑是什么时候？因为什么事情？我笑点很低的，什么事情你就是我都有可能大笑不一定有，大笑但是天天笑，我发现你是那种，是吧？哎，对对，就是大家可能会在第一眼觉得我是一个，对，所以你性感的皱纹很早就出现了。对，大家可能在见我的第一眼觉得，有点高了，或者有一点。你长得对就很高冷的，但是其实不是，其实真不是，像一个希腊雕塑，对。没真，其实真。但后来大家发现这个希腊雕塑很逗逼，很逗逼，其实很亲切的。对，对我对朋友都很就是都很亲切，都很好，很接地气，很温暖，很接地气的。对，觉得时间的流逝意味着什么？时间的流逝意味着你不断的变老。有点悲观吗？就时间的流逝的话，其实我刚刚在那边，我还在看一个片儿，就真的就无意间刷到了一个短片，叫做《宇宙的尽头》，就在讲宇宙究竟将来会变成什么。这是一个科技的片子吗？对，但其实都是科学家演变出来的，推算出来的。它就是我跟大家大致讲一讲。最后是什么？对我们都很好奇。首先是宇宙不断的膨胀，而且宇宙膨胀的速度会越来越快。我们所处的银河系会完全消失殆尽，每一颗恒星到最后都会变成黑矮星。什么星？黑矮星。黑矮星。黑矮星，对，它会从白矮星到红矮星，从红矮星到白矮星，再到黑矮星，最后从黑矮星坍缩成为虚无，最后可能就会成为一颗黑洞。对，当所有的恒星都成黑洞的时候，宇宙就变成了一片黑暗。对，变成无。对，其实到最后宇宙就是一片荒芜，可能宇宙还在膨胀，但是没有任何生气，时间没有了任何意义。这个是宇宙。所以你看完这个片子之后，你会觉得你对人生更乐观了，还是让你更悲观了？你觉得反正最后有虚无？我是觉得我们人类其实特渺小，对，所以说我们仅仅就才能活几十年的时间，对吧？所以就还是那个意思，就是把握住每一天能够让你快乐的瞬间，你都让自己快乐。对，因为我觉得，刚才你问我生命的意义啊，或者说这些，我都是觉得，太空洞了。对，其实像什么寻找自我价值啊，我觉得这些其实是，不是说它太深，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你在追求的同时要让自己快乐。如果你追求某样东西让你很痛苦的话，我觉得你还是别去做了。太拧巴了。对，因为我记得，白岩松有一句话，他说，当你做所有事情你都是在坚持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做了，这件事情反而会变得没有意义。对，他所说的这种坚持，其实是要打引号的那种坚持。对，就是只是为了结果。对，这个时候其实反而会失去一些意义和快乐。我觉得还是就是强调，我觉得人活着还是为了快乐。但是云溪，你知道，你可能是很幸运，因为你既有做演员的天赋条件，又有这个能力，也有这样的机缘，所以你现在很成功，然后你自己可能也很 enjoy 这份工作，所以你很快乐。当然还是要努力。但是，我说实话，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年轻人，也许他们真的没有办法，每个人都得到一份自己很喜欢的工作。这时候你会对他说什么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更是要让自己处于一种良好的心态当中了，因为每个人其实都不知道你的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是对，所以我说为什么如果你让我去问一个先知问什么问题，我说我其实不需要得到答案，就是我不希望给自己的将来定性。我会把每一天都活得像是你自己想要的，像一个就是能够让你去期待去期望的一天，每一个明天你都可以把它幻想成能够让自己变得快乐的一天。对，新的一天，快乐的一天。你可能觉得现在你一无所有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自己其实做的事情也不是自己想做的，但是你怎么能知道明天不是呢？
你怎么能知道下一刻你因为不能获得这几年快乐呢？云溪，你知道这几年社会上年轻人80后、90后非常流行几个词，什么佛系、丧、颓，是吧？就这些词的流行，它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是吗？所以我是觉得你刚才的回答真的是非常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一定要就是期待明天吧。对，因为你可能现在哪怕可能没有饭吃，但是你哪知道不如意，生活的不如意。对，生活的不如意，但是你并不知道哪个时候的机会可能突然就出现在你身边了。但是出现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本事，或者说你有没有抓住它的能力，这个才是考验你的。如果你整天都是怨天怨地、怨空气、怨自己，你没有一个积极的去准备机会来临的时候去抓住它的那种状态，即便机会来了，你也会失去它。而且一个快乐美好的状态也会吸引力法则，它也会让你有更多的这样的可能性。对，我觉得所以就还是要你的性格就是质量很高，所以你会一步一步的越来越棒。因为我觉得我父母的性格就特别好，我爸爸就说过一句话，原生家庭真的很重要。对，他说，就是不管我做什么样的选择，他都会去支持我。即便是我学习了11年芭蕾，但是当我大学毕业之后，我没有选择芭蕾这条路，老爸没说我要打断你的腿是吗？他不会，对，他说你去闯，你闯得头破血流，那是你自己的事儿，是你自己的选择，就是再苦再累，你要自己去承担。你是不是从小就老爸就了解你是一个很轴的孩子？我还没说完，对，就是他说的下一句话，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就是当你撑不下去的时候，你回来，我们在家里还是欢迎你，家里还是你的避风港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说，我爸妈他们有那种，你出去去闯，出去去闯，我们去祝福你，去鼓励你，但是你回来了，我们还是你的避风港，我们还是会守候你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对精神上的这种力量是最可怕的，它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也会陪伴着你，温暖着你。对。然后你说我爸小时候是不是特别知道我是一个很轴的人？他知道，我爸从小他也知道拉不回来你是吧？他从小对我的一个形容就是一不怕打击，二不怕挖苦。所以我是一个特别就是敢于去，因为狮子座嘛。你是天生就这样吗？天生就这样。对，所以说就是比较乐观。我觉得比较乐观的人就是容易找到快乐。云溪，在你的目前的生命当中，你觉得什么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？目前很多元素其实还是工作上的付出得到了大家的肯定。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能够让自己快乐，也能够让就是观众快乐。而且这也是你现在很珍惜的。对。不错，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是艺人的话，就可能真的变成了电竞选手，我就这么也会是一个特别优秀的电竞选手。我就是说，对我可能更加在意的就是我的这份付出能够带给大家什么？大家看到了中国的电竞，我觉得因为我是中国人，完了，我觉得你以后可能会转行。没，就是因为可能在一段时间，中国的一些东西就是电竞不被大家看好。觉得可能韩国那边的才是最顶尖的，但是当中国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为国争光的一件事情。振奋人心。你最赞赏和反对的各是什么样的力量？最赞赏的力量和我觉得最赞赏的力量的话，我觉得是其实那些好的品格我都挺赞赏，我就是鼓励，但我最鼓励的还是正能量嘛。就是我反对的就是悲观。虽然有时候我自己挺悲观的，但是我不喜欢这种状态。因为我知道悲观的不好，所以我才不断的提醒自己一定要乐观。你最喜欢自己身上的什么特质？最喜欢的一点？我目前发现你有太多的优点了，你挑一个吗？我觉得是善良。善良。对， okay. 我觉得做人
首先还是要善良。对，刚才那个心理测试也是很友善。其实人很多时候啊，邪念就是在那一瞬间就产生的，可能真的就是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对，就是脑子转不过那个弯儿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就是不管你面临什么样的抉择的时候，你还是要向善。什么东西是你生命中绝对不能缺少的要素？缺少它，甚至让你觉得活着都没有意思。不能缺少了对明天的期待和期望。你觉得一个完美的早晨和一个完美的夜晚都是什么样子的？完美的早晨就是不赖床，起来的时候神清气爽，没有起床病，并没有赖床，然后也没有起床气。完美的晚上就是能够闭眼就入眠，就睡得自然。人家说自然醒，咱们是自然睡着，就不失眠。对，你平时经常失眠吗？有分阶段，分阶段，有时候就是一闭眼睛就睡着了，有时候就是睡不着。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好的早晨和好的晚上。如果有一个你心心念念的梦想，但它成功的概率只有1/10，你会真的会为它去奋斗吗？我一定会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如果我是一名电竞选手，现在16岁我一定会为了世界冠军去奋斗。我好喜欢这种性格。我觉得男生就应该这样。我觉得怕的是什么？怕的就是不敢给自己设目标。对，敢都不敢。对，想都不敢想。很多人就是其实想都不敢想。绝大多数人都这样。对，但我觉得就是一定要敢想。绝大多数时候都这样。对。你认为对于当下的罗云熙来说，最重要的3件事情是什么？对于我现在来说，最重要的3件事情，第一是父母身体健康。我觉得这一点我已经好孩子。对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于我来说还蛮幸运的，就是我爸妈他们活得还是蛮幸福的。你是排在第1位。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其实就是我特别向往的。他们经常就是发朋友圈，我们就去这儿玩了，去那儿玩了，然后自己组团和这个阿姨和那个叔叔，然后就去各地方玩。我觉得这个就是说，我觉得应该将来有的幸福生活。对，这是父母生活无忧无虑，这是第一不能失去的。第二的话，我就觉得自己的工作顺利利，然后能够自己有不停的成长，能够有能力的去完成自己各项任务，各项工作，然后会有成就感。对，这是第二个，就是希望自己的工作顺利利，自己有能力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。第三个的话就是自己的作品被大家认可。用一句话形容一下罗云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我就是一个，其实你了解之后还是会觉得我蛮有趣的一个人。就是可能看似有些高冷，但是其实还是蛮温暖的，蛮好接触的，就是蛮能够和你成为朋友的一个人。对，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你真心对我，我就会真心对你的人。最后一个问题。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最亲爱的朋友，最心爱的朋友。如果让罗云熙对他最心爱的朋友罗云熙说一句话，罗云熙会说什么？我在说绕口令吗？小伙儿，可以哦。有点骄傲。就我不知道自己跟自己说什么。如果我看到一个人就这样子，就是我如果站在我面前的话，我肯定就是说，不错哟。不是你谁啊你怎么长一模一样啊你就我会觉得很奇怪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看到了一个状态比较好的人的话，不管这个人他是不是我觉得我都会欣赏。就是这样子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气场和状态。你刚才那个回答说明你现在的状态是很圆融的，很自洽的，然后也很美好，也很自在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。对，健康，比较健康的状态。对，可能不够或者说有不足，但是一定是朝着健康的状态去发展的。对，我觉得就是人生当中可能有不足或者不够，但是你一定不要放弃，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种冲劲。对。我们今天的测评结果就是罗云熙不光是一个真的长得非常非常好看，然后演技也非常好的一个男演员，时尚大片的表现力也一级棒。
就是我们今天也发现他是一个心灵质量，我觉得心灵质量很高的一个男孩儿。而且就像我们的名字，心爱的朋友，我觉得他真的已经成为了他自己心爱的朋友。我们也希望你也能够成为你自己心爱的朋友。看得起自己。对，尊重自己。对。谢谢你，云溪。谢谢。谢谢。辛苦了，今天。辛苦了。Vocês também ficaram com a impressão que ela queria abraçar ele?